周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大放厥词，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当晚，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安倍晋三涉台谬论提出严正交涉。与此同时，外交部和驻日大使馆也斥责安倍晋三胡言乱语、指手画脚、妄议中国内政。周四，国台办也敦促日方一些人深刻反省历史，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采取错误行动，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周三晚，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涉华错误言论提出严正交涉。华春莹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台湾问题发表极端错误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挑衅中国主权，悍然为台独势力撑腰，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华春莹同时强调，日本历史上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利就台湾问题说三道四。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不得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将玩火自焚。垂秀夫表示，重视中方交涉，允即报告本国政府。据悉，这是赴任刚满1年的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第一次被中方深夜紧急约见。深夜约见在外交中较为罕见，显示事态严重。但垂秀夫并非第一次被中方召见。4月15号，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召见垂秀夫，就日本政府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废水提出严正交涉。实际上，安倍可能是近年来因个人错误言行导致日本驻华大使被中方召见次数最多的日本政客。第一次是2013年，当时安倍在执政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当天中方即召见时任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在外交抗议中，召见的事由均为就严重的官方错误行为提出强烈抗议。近年来，在孟晚舟事件以及涉港、涉疆、涉台等问题上，中方多次紧急召见相关国家外交官表达抗议，而约见在外交术语中的抗议等级低于召见。因为安倍已经下野，中方的外交抗议也随之降级为紧急约见。因为溃疡性结肠炎而匆忙辞职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下野后管不住自己的嘴，多次就涉台议题发表谬论，成为中日关系的麻烦制造者。他周三在参加台湾一家智库论坛时口出狂言，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还进一步宣称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他声称，钓鱼岛与那国岛等距离台湾仅100公里左右，中国大陆若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将对日本构成所谓严重威胁。他这样讲是严重的干涉中国内政，那我觉得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冒犯。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啊，就是安倍晋三他是已经一个辞职下台的一个前官员，但是我感觉到他讲这一番话，甚至说他一系列的行动，表明这个人还有政治野心，他想通过这样的引人眼球的话题来引得大家的注意，那么来保持他的政治热度，可能他有更高的那种政治企图。深圳卫视注意到，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非安倍原创。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9月就提出这种口出狂言的说法。当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回应称，台湾的事是中国的事，不关日本什么事。日方政客以所谓地理邻近作为介入台湾事务的借口，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不禁让人回想起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和殖民亚洲的历史。中方必须正告日方，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我们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再次狠批安倍晋三，他强调，任何人胆敢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挑战中国人民底线，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周三也发表声明称，台湾问题事关中方核心利益，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事关两国间基本信义。日方在台湾问题上接连出现消极举动，与台独势力加紧勾连，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事越线，严重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的历史罪责。
外界注意到，近期日本方面就涉台问题口出狂言的主要是安倍晋三身边的人，包括其本人及其胞弟、防卫大臣岸信夫以及副防卫大臣中山泰秀等。但首相岸田文雄本人近期则基本保持沉默。事实上，涉台议题也是岸田和安倍之间博弈的一个球。岸田上台后执行去安倍化策略，将实权部门的负责人都换成自己的人马，这让安倍十分不满。这40多年中日关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凡是中日关系有事儿，都是这些日本的右翼势力在挑动，包括这个钓鱼岛，包括台湾，包括过去日本的教科书等等的，特别是在这个中美关系，就是确实有就是这种状态，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情况下，那么日本的这种右翼势力，它实际上受到了一种鼓舞，他想借这样的个机会，那么扩大自己的舞台，那么就要跟他们做斗争。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觉得才能压住日本的这种右翼势力的这种气焰，才能维护一个就是中日关系大局的基本稳定。岸田前不久任命了被称为知华派的林芳正担任外相。林芳正在与中国国委员兼外长王毅通电话时表示，日方愿同中方一道，以明年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加强对话交流，深化互利合作，增进国民交往，妥善管控分歧，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承担责任，落实互不构成威胁等共识，推动构建稳定建设性的日中关系。日本有媒体认为，岸田内阁稍稍释放出对华缓和关系的信号，但这偏离了安倍定下的全面导向美国的路线。实际上，岸田也并非诚意全面缓和对华关系。他10月在接受国会质询时就涉台问题表示，将维持非官方的实质关系这一以往政府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所谓日台间的合作和交流。他还称，将关心关注围绕台湾的局势。观察指出，跟随美国打台湾牌只是手段，完成修宪强军才是日本目前真正的目的。日本媒体报道称，自民党考虑在预算编制大纲中首次提及台湾，声称中国在台湾地区附近的军事活动极具活跃，因此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更加严峻，要求增加防卫费，强化所谓的防卫力。自民党还提出了让防卫费在 GDP 的占比超过2%的竞选政纲。上周五，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防卫省提出的高达7738亿日元的2021财年补充预算案，加上日本防卫省去年12月通过的2021财年5.34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日本年度防卫费用总额首次超过6万亿日元，约合3385亿元人民币。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此次补充预算案中，日本防卫省计划购置爱国者导弹以及地对空导弹，维护和保养所需零部件等。有观点认为，日本近年来海自和陆自多种主力装备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专守防卫的限制，向进攻性军事战略转变，积极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马前卒。好，相关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日本前首相安倍在线出席台湾智库论坛发表演讲，胡言乱语，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甚至也等同美日同盟有事，引发舆论哗然。那管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在台海方向，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又多了安倍这个日本政客，玩火者必自焚。这是中方基于全民意志、基于国家实力，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核心利益议程上，向海内外反复发出的一个严正告诫。那么政治自焚一定也是安倍这位前首相毫无底线搞政治投机的一个注定的结局。安倍口中他所谓有事，是日本安全与法律领域的一个特定的安保用语，有具体的意涵。按照安倍6年前在主政时强行通过的所谓新安保法制，那么按照冲突程度依次来划分，所谓有事分为3重：重要影响事态、存亡攻击事态与武力攻击事态。那么日方呢，也据此来制定相应的对策。所谓重要影响事态，它的定义是，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导致对日本进行武装攻击的情形。那么在此设定之下呢，日本自卫队可以突破转守防卫，向根据日美安保条约行动的美军和根据联合国宪章行动的外军来提供所谓的后勤支持。那存亡危机事态呢，它是指日本生存受到威胁，存在公民生命和权利从根本上被颠覆的这种明显危险。
那在这个设定之下呢，日本可基于有限的集体自卫权来行使武力攻击，而武力攻击事态呢，它是指包括驻日美军基地在内的日本国土范围内遭遇武力攻击，那么或者呢有发生类似袭击的这种明显而且紧迫的危险，那么日本自卫队基于个别自卫权来使用武力还击。那上述这3种事态一旦启动，由日本政府授权自卫队来行动，但是呢，相关的授权也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所以啊，这3重事态它和台海呢根本不沾边。安倍他作为退下来的老干部，如果还在首相任上，他是根本不敢就台海有事，也就是中国反分裂国家法设定的武统场景，如此来放肆胡言的。举个眼前的例子，那么继承安倍衣钵的菅义伟，他还在首相任上时呢，曾经在4月间接受国会质询，被问到所谓台海有事的日方反应，那么菅义伟呢，当时只敢打太极来回应，说很难判断什么情形之下才符合日本安保法制对重要影响事态的一个认定。那么拜登2个月前 CNN 在主持的这个市政厅会议上，他随口表态美方有所谓协防义务，那么白宫发言人马上就出来灭火，声称美方涉台政策立场不变，战略模糊依旧。那么如果美国都不敢踩这道深红线，那日本就更加不敢踩了。所以啊，在我看来，安倍他作为前首相，这一番胡言呢，就是在给现任首相在挖坑。就安倍狂言，中国外长助理华春莹已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严正交涉。发言人汪文斌也痛批，任何人胆敢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中方强硬回击，会让安倍长记性吗？安倍胡扯台海有事儿，他当然是以个人身份在开枪，但是呢，他其实也是在代表日本政坛的极右势力、反华势力在发声。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呢，将本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国际化乃至共同防御化，正在成为美西方的一个惯性操作。今天呢，美国负责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他呢在新加坡回应记者提问时就表示说，美国所谓援台承诺坚如磐石，但是呢，请注意，作为职业外交官，那么他对援台的表述保持了刻意的模糊，没有像拜登那样就所谓军事协防满嘴跑火车。今天啊，美欧开始副部级的中国问题对话，美媒已经提前放风，明天出台的声明将会有涉台表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个严正立场一以贯之。中美元首视频峰会中，中国最高领导人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是有耐心的，愿意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来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呢，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那我们就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所以无论外部势力打台湾牌如何来算计，怎样来操弄，只要我们对外清晰展现这种实施断然措施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与强大能力，那么台海就根本翻不了天。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2021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周3以视频方式在两地举行。这场始于2010年，每年在上海、台北轮流举办的双城论坛，为两座城市之间搭起一座两岸一家亲的桥梁，累计已签订39项交流合作备忘录，目前已经成为两岸最大规模的交流平台之一。受疫情影响，今年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与去年一样，采用视频方式举行。此次由上海市政府主办，在上海与台北分设会场。上海市市长龚正、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出席论坛并致辞。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两岸同胞都是一家人，血脉相连，骨肉天亲。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台胞台企在沪发展。我们也期待两地我们携手努力，合谱双城合作的新篇章，同创美好生活新未来，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疫情不会一直存在，两岸也不可一直僵持下去。我们仍然必须面对共同的问题来解决问题。我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一直都没有改变，我还是认为交流不算话，对话比对抗，友善比仇恨。
柯文哲在致辞时就两岸关系重申了5个相互：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及相互谅解。但外界注意到，与往年不同的是，柯文哲今年没有提到两岸一家亲的论述。在会后的采访中，柯文哲直言，因为岛内有人就是要把这5个字污名化，所以他就不提。但他的立场不变，有交流才能增加善意，降低敌意，更重要的是减少误会，即使真有误会，也比较容易化解。两岸关系是多层次的、多面向的，包括城市交流也好，民间交流也好，很多的层面上的交流都还在继续进行，没有中断，也没有停止。两岸关系它有非常强劲的发展的动力，有非常强劲的发展需求。通过两岸的互相的沟通，我相信一系列的问题会有一些困难，但是问题还是要朝解决的方向去努力。自2010年以来，双城论坛由2市轮流举办，已成为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2010年首届双城论坛后不久，上海虹桥机场就与台北松山机场实现直飞，形成沪台一日生活圈。11年来，沪台累计已签订39项交流合作备忘录。今年2市就创新科技、野生动物保育、国乐团合作等议题云签署了3项合作备忘录。尽管本届双城论坛是历届规模最小的一次，而且没有讨论政治议题，但仍被岛内舆论认为是现在唯一的两岸官方交流活动，也因此在岛内引发极大关注。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周3在受访时表示，他期待不是只有台北与上海有交流，两岸城市间的交流都应该恢复，两岸多一些对话，少一些冲突，多一些正向，少一些恶意。他还批评岛内民进党执政的某些县市长动不动就用恶意抹红反中的方式对待两岸交流。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称，双城论坛为两岸交流寒冬注入一股暖流，两岸之间和平稳定、交流合作、繁荣发展以及反对战争是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的共同愿望。双城论坛已经为两岸伸出和平的橄榄枝，民进党当局应该以苍生为念，支持各个城市与民间团体去推动两岸关系，让台海能和平发展，人民能安居乐业。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11月2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大陆乐见两岸进一步深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认为双城论坛有利于增强两岸同胞亲情福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海峡时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在岛内不断操弄反中、仇中民粹，大肆阻断两岸交流交往，加剧了两岸紧张局势。上海、台北在这一不利背景下，坚持把论坛办下去，体现了2个城市的担当，为探索未来两岸交流的形势起到了积极作用，给支持和平、期待稳定的两岸老百姓带来更大希望。大陆对台的政策还是坚持一个中国、和平统一，通过两岸交流促进两岸的民间的融合，通过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加深两岸民众的理解，使得两岸关系能够在很多层面上又出现一些新的发展和趋势，有利于反独促统的事业的发展。民进党看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心态是酸溜溜的，并且不遗余力抹黑。上海市长龚正表示，两岸一家亲，台陆委会却莫名其妙要大陆停止政治胁迫。其主委邱泰三还将当前两岸交流困难推责给大陆，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由于蔡政府拒不承认9·2共识的恶果。邱泰三恫吓台商，称台商在大陆经营可能需要重新评估，甚至还叫嚣让大陆适可而止，并欢迎台商回流岛内。但回流只是蔡政府的痴心妄想，就连此前因在多个省市有违法违规行为遭处罚的台资企业远东集团其董事长徐旭东，周一也投书台湾联合报，发表题为《台湾逢中必反，令人堪忧》的文章，主要敲打的对象就是蔡政府。文章表示，台湾近年逢中必反似乎有扩大迹象，也令人忧心。他一向反对台独，并与美国态度一致，支持9·2共识。徐旭东同时告诫台湾当局，台湾产业应对大陆市场有合理的认识和判断，不该让意识形态挂帅凌驾一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表海峡时评指，对于徐旭东的表态，我们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前在大陆依法惩戒吃饭砸锅的台独支持者时，台湾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公开表示反对台独，说明他对以前支持台独的错误行径有了检讨，有改过自新的意愿。这一
一点是顺应大势做出的明智之举。但台湾远东集团想要得到两岸同胞的真心认同，就必须彻底抛弃做两面人、变色龙的幻想，不再支持台独顽固分子，避免再让自己成为台独的帮凶。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相信徐旭东的表态是真的支持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而不是为了维护在大陆利益使出的权宜之计。大陆的老百姓非常不支持远东集团通过自己的赚的钱当民进党的金主当民进党台独顽固分子的金主，这更不容许。不仅他在口头上说他要改邪归正，他要拿出自己的行动来表明他是反对台独、支持国家统一的。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曾捕风捉影，报道所谓中国于7月成功测试一种环绕地球飞行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后，美国军方就持续炒作。最近美方还单方面声称要和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进行军备竞赛，但越来越多证据显示，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近年来悄无声息。除了进展不顺，更大的原因是其军事不透明政策造成的，这与美军一贯宣扬的透明化相违背。即便如此，美军实际上的能力仍不容小觑。高超音速武器在高层大气中飞行时超过5倍音速，时速超过6200公里。它不遵循传统弹道导弹的固定抛物线轨迹，机动性高，使得敌方几乎无法实时追踪及成功拦截，是武器中的杀手锏。各国对超高音速武器的研制已经持续60多年，目前已知美国、俄罗斯、法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有相关项目。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顶尖武器在各国都是最高机密，但西方媒体不断捕风捉影进行报道。今年10月，英国金融时报就发表所谓独家报道，炒作有关中国试射高超音速武器导弹的消息。虽然中国外交部当时就澄清那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但美国政客却借机不断强化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周二，新任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军把资金集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但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却没有关注。他表示，喜欢 A10 攻击机、C130运输机和 MQ9 型无人机等，这些武器仍然有用，但是这些都吓不倒中国。他直言，美军需要高超音速武器。路透社认为，五角大楼最近进入新的年度预算周期，换言之，索要新一笔军费的时机到了。肯德尔的讲话是暗示美军有大量老旧设备继续淘汰，需要巨额拨款。福克斯新闻则认为，肯德尔的言论也反映出，自拜登突然从阿富汗撤军后，一些装备已经被美军嫌弃，因为拜登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中俄。作为这个美国实现霸权的一个手段，他需要在他的内心中，他需要吊打全世界的所有对手，而这个东西，的要求与这个单纯的保卫国家安全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层次了。另一方面，这个美国的军队作为一个官僚系统，它也有这种自己内生的动力，不断的寻求，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多的经费，而这一系列的经费，在这个美国的立法程序里面，都是需要有，相对合理的借口。这个借口，我们实际上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敌人，所以美国一直处在寻找敌人的过程中。吊诡的是，在没有任何有价值情报的情况下，美国太空军主管太空作战、网络和核武器的副参谋长萨尔茨曼近日就臆测了所谓中国近日测试的高超音速武器的与众不同。他认为，中国测试的并非简单的高超音速武器，也不是所谓的亚轨道飞行器，而是全新的部分轨道轰炸系统。按照萨尔茨曼的说法，与冷战时期部分轨道轰炸系统不同，中国测试的新导弹想在轨道上停留多久就能停留多久，直到需要脱离轨道时才重返地球发动攻击。分析指出，显然这番说辞是在指责中国违反不能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外层空间条约。其实，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军渲染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的同时，美军也进行频繁的高超音速武器测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美国海军10月成功测试了一款用以携带高超音速武器的运载火箭发动机。此前的5月和8月，美军已经进行了2次测试。这次静态点火测试主要加入了推力向量控制系统的检测。这一系统是导弹助推器的一个关键部件，可操控飞行中的火箭。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似乎对美军的进展不满意，继续借题发挥攻击中国。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we watch closely China's development of armament and advanced capabilities,
and systems that will only increase tensions in the region.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美方声称中国加剧军备竞赛，这纯属倒打一耙，转移视线。美方应当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停止拿中国说事，拿出负责任的态度，体现大国应有的作用。它反映了这个美军当下面对中国日益崛起的这个新的军事科技的时候，它表现出的一种内心的焦虑。它对于中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进展呢，非常的敏感，并且有的时候甚至要夸大其词。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军目前的这个高超声速武器，它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了美国陆海空三军包括太空军之间，就是说争夺经费、抢夺项目，这个以获取未来军队发展主导权的这么一个军种之争，纷纷想要说成为美军第一个装备高超声速武器的军队。按照美国海陆空三军的计划，将在2024至2028年期间装备高超音速导弹，但似乎要跳票了。五角大楼高层近来接连表态称，美军在该领域落后中俄5到10年。分析认为，由于高超音速飞行器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验证测试，美国方面希望制造中国测试高超音速飞行器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舆论氛围，企图迫使中国放缓相关测试节奏。即将卸任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海腾日前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发展军事能力的速度惊人。他还指出，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这种情况，那么中国将在这项进程中超越美国。但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有不同的看法。他在一场论坛上先是透露，俄军方近日成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情况，表示我们现在已经测试成功，而从明年年初开始，就将列装9倍音速的新海基高超音速导弹，从接到发射命令到击中目标也只需要5分钟。普京接着说，你们提到了中国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成功测试，而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美国伙伴在这方面的反应。但我们知道，美国伙伴在高超音速武器制造方面仍然稍稍领先一点。普京还补充了一句，他们只是不去说它，也没有人对此发声。分析指出，普京这是在批评美军的不透明。美国不管在这个技术上它是先进还是落后，首先它都是这个俄罗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虽然不是俄罗斯的这种盟友，但是两国的这个就共同进退，然后这个互相合作的这样一个态度，应该是他这番表态中想要表达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每年年末是美国的节假日消费旺季，但随着眼下变异新冠病毒的出现以及持续的供应链危机，导致商品和劳动力短缺，今年美国民众或将度过一个又难熬又昂贵的假日。面对居高不下的国内通胀压力，美国各界人士近来不断呼吁降低中美经贸摩擦最激烈时期制定的对华关税，将有助于缓解美国通胀。这实际上是在帮美国自己。美国媒体周二报道，曾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第2任期时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雅各布鲁表示，降低特朗普制定的对华额外关税有助于缓解美国通胀。他指出，中美之间存在深刻分歧，但双方的冲突并不单纯是针对货物进出口谈判，而是要创造一个更公平的营商环境。征收关税是一种无效的方法，而对于眼下通胀高企的美国而言，降低关税实际上会有助缓解通胀。雅各布鲁还指出，希望中美双方都能彼此创造政治空间，逐步解决问题。此前对媒体放出风声想要访华的美国现任财政部长耶伦也表示，中美之间最终可能会考虑以互惠的方式降低一些关税。他也赞同降低关税可有效压低美国目前的高通胀。China's leaders have repeatedly asked for the Trump-era tariffs to be lifted. I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did that, would it make things cheaper? It would make some difference. Tariffs do tend to raise domestic prices. We're revisiting the Phase 1 trade deal and recognizing requests to reduce tariffs in some areas. So that's certainly something that's under consideration. 特朗普时期加征的额外关税实际上给中美都造成了损失但是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尤其大，政府所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来说取消过去加征的关税是这个大势所趋。首先来说，能够缓解它的通货膨胀。
对于呢美国明年的中期选举对拜登对于民主党来说呢是有帮助的。实际上，美国对华进口商品增加关税，始终都在反噬自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今年统计的数据指出，2021年初，中美互相征收的关税水平基本对等，都约为20%。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美方加征额外关税的94.2%由美国企业承担。换言之，在20%的额外关税政策下，消费者购买的中国商品比原先贵了18.5%，而且由于找不到更便宜的替代品，他们只能承受这个价格。这自然推升了美国的通胀水平，这让感恩节商机大打折扣。接下来的黑五及圣诞节商机也不容乐观，被美国舆论称为史上最黑暗购物季。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认为，针对眼下的全球供应链危机，美国可谓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除了疫情反复这一因素以外，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将中国排斥在外等一系列对外政策，让局面雪上加霜。美国呢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供应链危机的始作俑者，所以说呢，这次就是说圣诞节也好，这个新年也好，会称为史上一个最贵的一个节日了。应该说这个消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年内已联名近30家商协会致信美国政府，就关税问题表达关切。中方也不断对美国商界和民众释放积极信号。周二，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北京与美国工商界和地方州市驻华协会代表举行视频交流时指出，乱了规矩，乱了市场，对谁都没有好处。对华搞脱钩断供、供应链小圈子，打乱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把世界经济分裂成2大平行体系。工商界将承担双重成本，效率和效益则无从谈起。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当前全球供应链危机已给美国经济政策带来巨大隐患，但美方采取的应对方法却是进一步对华搞脱钩断供，打供应链小圈子。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大环境好了，经贸合作就会更顺畅。反之，两国关系恶化，商界也不可能闷声发大财。我想呢，就是美国它是要一味的以所谓的这样一个竞争一个政治考虑来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促进供应链的重组我觉得还是来说呢，对美国的经济没有帮助对他的选举来说也没有帮助。那么最后呢，可能是受害的呢，可能还是美国的老百姓。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美国前财长雅各布卢最近出来喊话说，削减对华关税有助于缓解美国的通胀。那对此您怎么看？雅各布卢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过财长，他对于美国经济以及中美经济关系是有切身的体会的。当然，他出来说这个观点也差不多是一条基本的常识。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达到6.2%，创30年来的新高，现在看不到怎么去解决。这个圣诞节可能有点寒冷。特朗普政府采取加征关税这样的方式来调整中美经济关系，很多经济学家都不理解。而特朗普就是这么一个重商主义者。拜登上台之后，他的团队里面的成员应该算是成年人了，也应该有基本的经济学的常识。奇怪的是，这帮人也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错误的做法。美国人或许不喜欢中国，但是美国的消费者却离不开中国商品，由此而形成了中美关系比较奇怪和扭曲的现象。雅各布卢作为前经济高官，他看到了问题，但又无能为力。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处于单一全球市场体系的大国关系，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不仅体现在美国消费者需要中国商品，还有复杂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相互依赖。可以说，这种大国关系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的现实。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团队还生活在冷战的时代，还以冷战的眼镜来看待中美关系，看待这个世界，这是中美关系面临的一个挑战。好，请孙先生保持在线，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连线他。继美国的重建更好世界后，欧盟周三也推出了全球门户基建计划，预计将在2027年前投入3000亿欧元，协助发展中国家兴建基础设施。那分析普遍认为，欧盟全球门户计划对标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外交部回应表示，不同倡议之间不应是相互替代、相互排斥的关系，应该兼容并蓄，形成合力。历史经验证明，开放是各种倡议的生命力所在。欧盟委员会周三正式公布全球门户计划，目标是在2021年至2027年将欧盟成员国、欧洲金融机构和国家开发金融机构的资源整合到一起，动员3000亿欧元的资金投资于全球，重点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涉及改善环境友好型能源、数据和运输网络等项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该计划是对世界各地基础设施开发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路线图。外界关注到，欧盟宣称全球门户是由价值观驱动的，基于社会、环境、财政和劳工的高标准，还称全球门户将采取合乎道德的方法，不会让基础设施项目产生不可持续的债务。观察指出，这与西方舆论此前炒作所谓的“一带一路”债务危机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今年4月，西班牙一家智库机构在分析了详实的数据之后得出结论：中国的海外项目并未给当地造成所谓债务陷阱。一些西方舆论的炒作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西方媒体称，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是在对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甚至认为是要抗衡后者。在9月，欧盟首次公布全球门户计划的初步内容时，一些西方媒体已开始吹嘘，该计划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替代选项。这个全球门户战略对欧盟来说，它的这个首要考虑是拓展欧盟的这个利益，输出它的这个价值观。当然呢，这项全球门户战略有针对中国的地方。因为从2019年欧盟出台这个中国欧盟战略之后，它对中国的定位就是所谓的3重定位，更多从竞争和这个甚至对手的角度考虑和中国的关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表示，中欧双方在互联互通大方向上有着诸多共识，完全可以形成互补，共同促进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中方欢迎一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促进共同发展的倡议。我们同时认为，不同的相关倡议之间不应该是相互替代、相互排斥的关系，而应该提倡兼容并蓄、沟通协调，形成合力。我们注意到，在欧盟发布全球门户计划后，一些西方媒体炒作这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今天发言人汪文斌的回应展现了中国自信且开放包容的姿态，表示欢迎欧盟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并且强调中欧可以形成互补。汪文斌表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廉洁、绿色理念，致力于实现可持续惠民生高标准目标，重在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为国际经济合作开拓新空间。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成功的秘诀就是坚持开放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进行了有效对接，打通了世界供应链枢纽上的许多堵点。以连通欧亚的中欧班列来说，累计开行超过4万列，通达欧洲的28个国家和168个城市，而配套的亚投行则吸纳了103个成员，包括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已达9.2万亿美元。截至去年年中，共有超过2600个项目与一带一路有关，项目总估值约3.7万亿美元。疫情以来，一带一路沿线物流率先复苏，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正能量。然而，一带一路的成功也引发了欧美的侧目，纷纷对标一带一路打造自己主导的基建项目。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大西洋资深研究员安德鲁斯莫尔直言，如果没有一带一路倡议，全球门户就不存在。除了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在今年6月的7国集团峰会上也宣布推出重返更好世界倡议，称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投资。本月初，美国官员透露，作为该倡议的首发项目，美国将于明年1月在全球
投资5到10个大型基建项目。分析指出，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与美国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高度重合。作为硬性附加在基建上的西方价值，这2个倡议都突出强调所谓民主价值驱动。这显示他们的目的不是经济，而是纯属看中国的成功不爽而拼凑出来的，并且企图削弱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德国驻欧盟大使迈克尔·克劳斯普就称，欧盟希望借全球门户计划成为一个更具影响力的地缘政治玩家。很显然，玩政治才是欧美倡议的核心，这与强调开放性和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经验证明，西方以政治操弄国际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老路早已走进了死胡同。无论是这个拜登的倡议，还是欧盟的这个全球门户战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个“一带一路”这点的成功，这也是这个西方包括这个欧盟着急的地方。全球门户战略，我想它不可能替代“一带一路”，因为从这个本质上讲，它是一个政治项目，它的目的呢有很多私心杂念在里头。我想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据报道，欧盟公布一项全球投资计划，力争到2027年筹集3000亿欧元，在全球进行基建投资。有人认为这是为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竞争，那对此您有什么观察？欧盟提出的这一计划跟中国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没有一带一路倡议，就没有欧盟的全球门户的投资计划，这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欧盟和美国也在跟进，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当中国提出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美国在干什么呢？忙着打仗，破坏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现在美国和欧盟把钱投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足以说明中国的发展思路和方向是正确的。美国和欧盟以不同的方式在跟进。另外，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欧盟很多国家不就是亚投行的成员国吗？习近平主席在近期与拜登的视频通话中就提出，中国提出的全球性的倡议对美国是开放的，同样，美国的倡议也要对中国开放。在第三世界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强脆弱国家的发展能力，这不就是一个全球发展共同体吗？当然，欧盟的这一投资计划带有非常明显的情绪，那就是欧盟的战略自主，尤其是要在地缘上的自主的想法。但要知道，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的行动，需要持之以恒。我们倒是希望欧美能够拿出真金白银去推进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好，谢谢孙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